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侯明昊古风小生梗，从古装男神到全民玩梗的文化解构。当腾讯搜狗输入法将小生这厢有理了设为热门表情包，当抖音侯明昊古风变装挑战播放量破4亿，当小生这厢马上没理了成为年轻人拒绝加班的社交暗号。2025年夏天，一个源自4年前古装剧的片段，让侯明昊以古风小生的身份完成了现象级出圈。这个由经典台词、魔性二创与明星互动共同催生的网络魔音，不仅折射出 Z 世代的文化解构逻辑，更揭示了传统美学在数字时代的传播新范式。梗源：一把折扇掀起的美里狂潮。2021年古装剧《我就是这般女子》的一个30秒片段，在4年后突然成为互联网狂欢的导火索。剧中侯明昊饰演的世家公子荣霞，身着月白长衫，手持折扇，行云流水地完成拱手礼。一句小生这厢有理了的台词，配合清冷温润的气质，本是标准的古风男神名场面，却被网友将有理谐音篡改为没理，配上侯明昊剧中无奈扶额、扇子掩面的微表情，制作成极具反差萌的表情包。这个被命名为荣霞失礼的二创模板，迅速衍生出小生这厢马上跑路了，小生今日不想营业等辩题。某教育博主将其改编为文言文学习素材，用姑娘且慢，小生先溜为敬的配文讲解使动用法。职场人则将其用于句绝不合理加班，老板莫追。小生这厢没 KPI 了的表情包在钉钉群广为流传。这种将传统礼仪场景与现代社畜心态的奇妙嫁接，让这个古早片段获得了新生。侯明昊工作室的导游式营业更将热度推向高潮。他们连夜整理出9宫格表情包，从退到默哀老子，甚至把待播剧入青云的台词剪进去，放肆，配着荣霞的拱手动作，毫无违和感。演员本人则发微博调侃，终究是小生扛下了所有，并晒出自己 P 的龙虾精表情包。这种自黑式互动彻底打破偶像滤镜，让侯明昊古风小生表情包单日阅读量破7亿。形象：从荣霞公子到雪中战神的古风进化史。侯明昊的古风形象并非一蹴而就的流量标签，而是经过多部作品打磨的美学体系。早在2019年《怒海潜沙》中，他饰演的少年吴邪就以清隽如竹的气质引发关注。但真正构建古风认知的是3个里程碑式的角色：荣霞的文人美学《我就是这般女子》中的白衣折扇造型，严格遵循三庭五眼的古典审美标准。侯明昊为呈现世家公子的仪态，专门学习宋代文人礼仪，拱手时拇指与食指形成的15度夹角，执扇时手腕翻转的0.5秒停顿，都暗合诸子家里记载的士大夫规范。这种对细节近乎偏执的考究，使角色成为从古画中走出的公子。天耀的破碎感战神户心中被肢解的玲珑天耀，则开创了战损美学新范式。银白铠甲染血的特写，雪地里单膝跪的倔强眼神，将传统战神形象解构为美强惨的情感载体。某影视美学博主分析，侯明昊的战损妆保留了30%的精致度与70%的破碎感，这种黄金比例精准踩中 Z 世代的审美痛点。百里东君的松竹风骨，2024年少年白马最春风的雪中战甲造型，将古风美学推向新高度。玄色大氅与飘雪形成水墨画般的对比，剑眉星目间融合君子温润与侠客凌厉。这个被网友称为暴雪战神的角色，使侯明昊获得靠脸起1000楼的热搜，单条路透微博转发量突破50万。这种形象的多元进化，使古风小生不再是单一的俊美标签，而成为可拆解、
可重组的文化符号、荣霞的礼仪、天耀的战损、百里东军的松竹气质，共同构成侯明昊独有的古风基因图谱。侯明昊古风小生梗的爆火，本质是数字时代文化生产机制变革的缩影。这个起源于影视片段的魔音，通过3级传播实现破圈。平台助推的裂变传播，腾讯输入法将表情包植入古风主题词库，用户输入小生，自动弹出侯明昊行礼图。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渗透使日均使用量突破50万次。抖音侯明昊古风变装挑战中，网友用姑娘且慢 BGM 搭配荣霞同款折扇动作，单条最高播放量达4000万，形成平台算法加用户创作的传播闭环。跨圈层的意义在生产，法学博主用小生这厢以取证制作普法内容，历史博主借势讲解拱手礼的正确姿势演变，就连中科院物理所都玩梗熵增定律。小生这厢有理了没理了，混乱度增加。这种从娱乐梗到知识传播的转化，使古风小生突破粉丝圈层，成为大众文化符号。商业价值与文化价值的共生，椰子水品牌甜桃灵感迅速签约侯明昊。广告片重现折扇行礼场景，首日销售额破1000万。更值得关注的是文化反哺。故宫文创邀请他参与古礼新说项目，用3D 建模还原荣霞礼姿背后的宋代礼仪。相关视频在 B 站获得超100万学习量。这种传播奇观揭示了新的文化生产逻辑，年轻人不再被动接受传统美学，而是通过玩梗、二创等方式主动参与文化重构。当侯明昊在直播中用荣霞的拱手礼姿势推销产品时，传统与现代、高雅与通俗的界限已被彻底打破。古风小生梗的流行，也引发关于演员形象与传统文化传播的深层思考。一方面，侯明昊通过这个标签实现了从流量偶像到文化符号的跃升。他的粉丝中18至24岁群体占比达58%，大学及以上学历者超过70%。这个崇尚国潮的年轻群体，通过偶像的古风形象获得了文化认同的捷径。某知识平台数据显示，跟着侯明昊学国学话题下，关于汉服形制、传统礼仪的讨论量增长300%。但另一方面，过度玩梗也带来形象标签化风险。部分二创内容夸大油腻书生特质，将精心设计的古风仪态简化为比心加歪头的廉价套路。更值得警惕的是版权问题，市面上出现大量未经授权的荣霞、折扇小生表情包周边。工作室虽鼓励玩梗，却未及时规范商业使用，已引发多起侵权纠纷。在书画里的中国综艺中，侯明昊曾临摹《千里江山图》，并坦言，真正的古风不是穿件汉服摆姿势，而是理解古人的精神世界。这种认知或许指明了破局之道。当小生这厢有理了的表情包热度退去，唯有对传统文化的深度理解与真诚诠释，才能让古风形象真正扎根。从偶然爆火的表情包到现象级文化符号，侯明昊古风小生梗的演变，恰似一面多棱镜，折射出数字时代传统文化传播的无限可能与潜在风险。当我们在聊天框里发送小生这厢没理了时，既是在解构经典，也是在以新的方式延续文化记忆。这种充满矛盾又生机勃勃的文化实践，或许正是传统美学在当代的最好注脚。